这篇文章建议买了沙发的朋友们不要看，我怕你看完之后会扎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在装修新房时，往往没有太多经验，在选择家具上也是主要看颜值和价钱，本着好看就行、便宜就行的前提下买东西，基本就会忽略这些东西的基本作用。就比如沙发，沙发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，也是客厅的灵魂，它既要体现主人的品味与档次，又要满足生活的舒适与便利。这一期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，总结了沙发的7步选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坑。不是瞎说，都是经验教训。1. 扶手太窄的沙发不要选，低于13厘米以下。精致的造型，简约的线条感，特别是小户型比较适合窄扶手沙发，更节约空间。但是好看归好看，舒适体验感却不佳。扶手太窄真的不舒服，手和胳膊不好搭在上面不说，还不能靠，也不能枕着休息，舒适性大打折扣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天天向上，当初为了节约空间，选了扶手窄的沙发，用了之后真的不舒服，不能搭手，还不能枕，好郁闷。小东建议选择扶手宽度在20厘米左右的比较舒适，而且还不占用空间。2. 低靠背的沙发不要选，低靠背沙发看起来简约时尚，而且摆在客厅也很出效果，很受当下年轻人喜爱。但是我们选沙发不仅仅是为了好看，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度。那这种低靠背沙发，后期使用时候其实很不舒服。试想一下，工作一天回到家，换好衣服，基本上都会靠在沙发里刷一会，手机缓缓发。可是低靠背沙发因为高度不够，后背没有有效的支撑，我们的肩、颈、头部都是悬空的，坐上一会就会非常累。网友反馈，网友李某某踩雷了，当初看着很大气，结果中看不中用，没有靠背坐着腰不舒服，心塞啊。小东建议靠背高度选大于等于550毫米。最为舒适。3. 坐宽太深或太浅的沙发不要选，坐宽深度不低于55厘米，不高于75厘米。坐深宽的沙发，视觉大气，半躺舒服，确实对年轻人诱惑不小。但坐宽太深的沙发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，高于75厘米，非常占空间。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情况下，坐前面点靠不了背，时间长点特别累，坐后面点腿又挨不了地，不舒服还尴尬。网友反馈，网友酷靠太太，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坐主人家的沙发，因为现在的沙发对客人并不友好，你总不能跑别人家里躺着吧。但是这种坐身大靠背高的10分钟我就腰疼了，这种只适合自己躺。然后我们来讲讲坐宽浅的沙发低于50厘米，首先腿部悬空不舒服，另外坐久了会非常累，躺在上面还翻不了身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小可爱家，第一次买沙发没关注什么坐身问题，就看颜值，买到手之后才知道不能买太浅坐身的，我比较喜欢躺在沙发上，真的搞不好一翻身就在地上了。小东建议坐宽深度在65至75厘米最为舒适。4. 坐垫太硬或太软的沙发不要选，之所以不推荐，是因为这2类沙发都有天然的缺陷，纯框架、薄海绵，没有太多海绵填充物，回弹差，这样的沙发坐着非常硬，特别不舒服。还有一些特殊造型的沙发，为了造型不便，所以做得非常硬，这样的沙发也不要选，坐久了硌屁股，也是很不舒服。网友反馈，网友7真的是糟心，颜值我还是满意的，就是坐感太不舒服了，坐10分钟以上我就想离开。5. 多功能沙发不要选，多功能沙发可坐可躺，还有充电、按摩甚至储物的功能，总之各种五花八门的功能增加卖点，吸引你的眼球。当然出发点是好的，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求，但是很多功能其实都不常用，还额外增加了造价，并且功能越多，后期出现维修问题的概率就大很多，很坑，妥妥浪费钱。网友反馈，网友星星，我家电机也坏了，插电就跳闸，修了好几次，真郁闷。网友罗罗，这种沙发下面离地面很低，扫地机器人进不去，没办法打扫，而且好多功能也不经常使用，还比正常沙发贵，不值。小东建议沙发满足最基本的舒适、实用、高档就非常好了，要是想放松再入个单独的按摩椅，那多香。6. 异形沙发不要选，很多人被各种异形的沙发吸引，觉得有特点、有风格，还特别艺术，并且很有设计感，但这种沙发往往都是冲动买时易时爽，华而不实，很鸡肋，买到家里跟其他家居搭不到一块去，还非常占地方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娇娇呀，网上看到异形沙发很网红，就跟风了，结果到家之后真的不适合小户型，又宽又胖，而且不是正版的做工也很粗糙。网友花椒真的很挑户型，
并且非常吃空间、占地方。听人劝吃饱饭，打算换直排的了。小东建议选择跟整体风格一致且舒服大气最为重要。当然，如果你特别个性、特别喜欢，请略过这条。7. 科技布沙发不要选，科技布沙发我特别不推荐买它的人。第一，预算有限，买不起皮的；第二，懒得打理，不想买布面的。但用过的人就知道它有多糟糕了。总结下来，科技布沙发坚固不耐脏、不易打理、变形、掉皮这些缺点于一身，它只会坑一批追求潮流的人，然后就会被时代淘汰掉。就好比曾经的曲面屏电视一样。网友反馈，网友艾特呱呱呱呱呱呱，极度不耐脏，擦了还会有水印，这哪是买了个沙发，这是买了个小祖宗供着，妥妥大冤种，分分钟想扔了。网友艾特是倩倩，说是好打理的卫生的科技布沙发，这才2个月就被家里的小神兽造成这样了。网友艾特野蛮区奇 B， 啥科技布不科技布的，就是人造皮，换了个说法而已，用不了多久就掉渣了。小东建议预算够买皮的，预算有限买不易。另外，说实话，咱们新家装修买沙发，可能一用就需要用它个7、8年，甚至更久。所以，沙发一定要选后期使用起来省心省力的，千万别图便宜，因小失大。结语：最后奉劝大家，买大件家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就比如沙发，在生活中承担着很重要角色，不仅颜值要高，还要有足够的舒适性。昔日里，那些原本家庭中必备的刚需家电，如今为何会跌下神坛？甚至处于被淘汰的边缘，从万人追捧到避之不及，到底是人们的需求变了，还是自身原因导致的？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4种被消费者诟病最多的家用电器，这些问题不解决，终将被时代淘汰。1. 智能电视。现在的智能电视和传统电视相比，不管是功能方面还是画质效果都有很大的提升。按理说，电视的销量应该越来越好才对，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。现在电视的销量不仅大不如前，甚至很多家庭装修新房之际，干脆就放弃了购买电视。究其原因，现在的电视虽说更加智能化，但体验感却越来越差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智能电视几大缺点，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感同身受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操作过于复杂，好不容易开机还找不到想看的节目。其次，观看时没完没了的广告真的是让人不胜其烦。另外，被消费者诟病最多的还是大部分节目都需要付费观看。对此，很多网友愤恨地说，花大几千买的电视还要充会员才能看，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所以现在的智能电视一步步跌下神坛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实话实说，这些实际问题不解决，终将会被市场淘汰。2. 空气能热水器。干倒空气能热水器的不是储水式电热水器，也不是燃气热水器，而是它自身的技术还不够成熟，自身的缺陷太突出。空气能热水器凭借安全舒适、节能环保等诸多优势，迅速抢占市场。按理说，空气能热水器又省电又高效，但却一直火不起来，在中国家庭的普及率并不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空气能热水器虽然有一定的优势，但还有4大缺点是硬伤：占地面积大，空气能热水器自带个大水箱，体积庞大，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合适位置安装，往往是适合的位置放不下，能放下的位置不适合安装，区域受限。空气能热水器加热原理就是利用空气来提取热量，北方温度低，无法发挥它的长处，技术不成熟，和市场上的其他热水器产品相比，技术上还不够成熟，故障率相对比较高，而且后期维修也比较麻烦，价格偏贵。现在市面上的品牌空气能热水器普通价格都在5000元以上，换成其他热水器差不多1、2千元就能买个不错的。综上所述，空气能热水器为什么普及率不高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3. 净水器。家用净水器本来是个挺好的产品，可以改善水质，为家庭提供饮水健康。可惜近些年净水器的口碑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，很多人会好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那说到家用净水器，它的这4个突出问题也不得不提。第一，价格虚高。净水器没啥高科技，不过是几个滤芯加一个外壳而已，但市场上一些进口品牌净水器动辄就要卖到7、8千元，本质上和普通1、2千的净水器过滤出来水质标准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第二，虚假宣传。再贵的净水器也不过是个筛子，怎么可能会改变自来水的本质？很多不良商家为了利益，把净水器吹得天花乱坠，什么美容、养生，甚至还能缓解疾病，这些夸大的虚假宣传
时间一长也就没人再上当了。第三，夸大过滤效果。目前只有 RO 反渗透净水器，它的过滤效果符合纯净水的标准，但还是有部分商家会利用消费者不了解的心理，挣昧良心的钱，把其他净水设备说成是直饮机。第四，换新成本，时间不透明。要知道，净水器的水质靠滤芯，并且滤芯是易耗品，这就又给一些不良商家捆绑用户长期消费的机会。换新的时间不透明，都是商家说了算。再者就是利用很贵的专用滤芯坑害消费者，买得起用不起。这就是现在家用净水器对于大多数消费者的心声，与其花大几千买台净水器，每年还要花去1000多的换新的使用成本，还不如天天喝矿泉水划算。四，风管机空调。前些年新房装修时，家里到底是装中央空调还是分体式空调，这让很多业主都很纠结。中央空调成本造价高，后期还要定期检修维护，普通柜挂机暴露在外不美观，还存在卫生死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风管机空调上。1拖1的风管机比普通空调贵不了多少，出风舒适，同时还解决了柜挂机暴露之外的问题。但风管机真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吗？除了这2点明显优势，它突出的缺点有哪些？为什么普及率没有其他空调好？首先，和中央空调相比，安装成本并不低，都需要吊顶，但中央空调只需要1个外机，而风管机是几台机器，就需要几个外机位置。对于普通楼房或者房间多的大户型，显然没有优势。其次，风管机的变频技术也不行，风感舒适度不如中央空调，耗电量还特别高。另外，还有一点致命伤，就是噪音大，尤其不适合安装在卧室。另外，和普通柜挂机相比，价格贵，还要多吊1块顶，对层高低的小户型不友好。除此之外，故障率大，维修维护费用也要高于普通空调。因此，这些原因也就注定了它始终无法取代中央空调和柜挂机的江湖地位。本期分享的这4种跌下神坛的家用电器，要么难用，要么自身缺陷导致。总之，被时代淘汰是趋势。你家有用过吗？不妨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。